根据去年调查，全台国高中生学习疲劳状况比以前更严重了。为什么台湾的学生越来越过劳了呢？是108课纲害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学生的过劳问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10月，儿福联盟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他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学生感到学习疲劳，不止课业压力大、学习动力低，甚至还有不少的学生因为课业压力有过自我伤害的念头。报告出来之后，引起了社群上面激烈的讨论。有些人认为这代表108课纲很失败，不但没有减低压力，反而让学生的压力更大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问题不在课纲，而是家长给小孩太多的压力，还有阴魂不散的升学主义。只要这部分不改，课纲怎么调都没有用。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看，现在的台湾学生压力到底有多大？是新课纲害的吗？第一线老师又是怎么想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平常家里打扫除了地板清洁之外，你有想过床铺跟沙发里面那些8只脚紧紧勾住纤维的尘螨该怎么办吗？今天要介绍一款新产品，日本 Iris 大拍 6.0 双气旋智能侦测除尘螨机。这款大拍 6.0 呢，最高每分钟拍打15000次，可以震飞深层的顽固尘螨跟脏污，并且吸除。它的感应灯号也相当贴心，可以轻松了解镜的程度，让你打扫更有效率。此外，它还拥有清净机等级的 HEPA 13银离子滤网，避免过敏源吸进去又再飞出来，防止2次污染。如果想要保护家人远离过敏，日本 Iris 大拍 6.0 绝对是你的好帮手。现在就点击下方链接，趁着新品上市优惠，让家里变得更干净又舒适吧。去年10月，儿童福利联盟召开了记者会，发布了2023年台湾儿少学习状况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调查了全台湾1800多位国高中生的学习状况，其中有 58.9% 的学生感到学习疲劳，其中高中生的平均疲劳程度显著高于国中生，都市学生的平均疲劳程度又显著的高于其他学生。除此之外呢，有 24.8%， 差不多1/4的国高中生曾经因为课业压力有过自我伤害或一死了之的念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数据都比2017年的调查结果更加的糟糕。这状况听起来真的蛮严重的。台湾学生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儿福联盟的报告当中，归纳了学生的3大压力来源。首先是大量考试，他们发现台湾有超过1半的国高中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要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而且不止学校考，很多补习班也要考。很多学生就这个样子，早上考，下午考，晚上继续考，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台湾有60%的学生都有报补习班，其中呢又有1/4天天补，而且一补往往就是到晚上9点、10点才能够回家，严重的压缩到学生们的休息时间。这也就连接到了第二个压力来源，那就是睡眠不足。根据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建议，国高中生这个年纪的学生每天至少要睡大概8到10个小时才能够获得充分的休息。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台湾的国高中生睡眠状况完全不及格。调查显示，大概只有 5% 左右的国高中生每天真的能够睡满8小时，大部分学生都睡眠不足，呈现身心俱疲的状态。而最后，家长的期待恐怕是最大的压力源。有40%的学生表示，他们的爸妈总是拿自己的成绩跟别人比较，让他们的压力很大。2%学生认为家长关心自己的课业大于一切，还有1%的学生表示自己会因为成绩不好被家长言语羞辱。睡不够又被考试淹没，考不好还要被爸妈数落，国高中生的压力要不大都难。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呢，都是每次教改希望能够解决的状况。但是108课纲的出现似乎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还被认为是雪上加霜。108课纲的目标是希望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探索的空间，也期待教育现场除了原本的学科之外，可以更重视跨领域能力的养成，也就是所谓的素养。因此，学校减少了必修课程，增加了弹性选修和跨领域课程，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探索不一样的兴趣，得到课业以外的成就感。另外，新课纲呢，也把以前高3才要处理的备审资料改成高中3年持续累积的学习历程档案。这么做呢，是希望能够真实的呈现学生的学习轨迹、个人特质、多元表现等等，补足考试之外无法呈现的学习成果。但从结果来看，这些做法在执行上面似乎都没有达到原先期待的效果。新课纲上路之后，让学生倍感压力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简单讲3个点。
第一呢是学习历程档案，虽然不用像以前一样考完学测之后才匆忙的准备备审资料，但高中生的压力也没有比较少。主要是因为学习历程档案有规定每学期都有上传截止时间，而且日后不能够修改档案，这让学生们呢从小高一时就开始战战兢兢的，很怕搞砸学习历程档案会影响之后的大学申请。再加上老师、家长、学生都不确定学习历程档案怎么写比较好，只好让学档呢尽可能的丰富一点。很多学生整学期都在改各种报告，忙得焦头烂额，更没有时间休息。第二，新课纲增加了弹性选修课程，虽然让学生多了自主探索的空间，但也有不少人抱怨，很多想要选的课根本选不到，没有办法真正的探索兴趣。而且这些选修课的教学品质也参差不齐，有的老师呢就是让大家自己看影片，没有在上课，或是把选修课当成数学课啊、国文课在上，让选修课失去了意义。第三，考招制度的改变呢，让学生一个头两个大。一方面大家也不知道大学教授想要看的申请资料到底是什么；一方面呢，全新登场的素养考题也没有比较简单，大家都不确定怎么准备。那除了刚刚讲到的3个点之外呢，很多学生更表示要适应新课纲已经很辛苦了，但学校老师有时候还会帮倒忙。今年一个由28名高中生与大学生组成的团队提出了108课纲观察报告。调查显示，有40%的高中生认为大考中心的素养考题确实有让他们理解感受到什么是素养，但是只有1%的高中生认为学校段考有让他们理解或感受到素养。这样的落差呢，可能代表很多老师他们的教学方式跟出题方向并没有衔接上新课纲。这份调查也显示，在制作学习历程档案时，只有不到1%的学生有被指导老师主动关心，也只有不到40%的学生会在遇到困难时找老师求助。有学生就说，他想要考的科系跟老师的专业科不差太多，就算呢老师试着提供建议，他也觉得帮助不大。而且有的时候，不同老师给的建议还会完全相反，让他不知道该听谁的。总结来说，不少学生认为老师对于新课纲的了解程度，也是决定他们压力大不大的关键因素。如果运气好，遇到的老师对新课纲有充分的理解，那么学习有机会变得更加的轻松有趣。但如果运气不好，连老师都不知道新课纲要怎么教、怎么出题，那么学生真的会很崩溃。不过，到底为什么这么多老师对于新课纲适应不良呢？根据联合报在过去3年对将近1000位国高中生教师做了调查，新课纲上路之后，老师们面临的3大困境，分别是教学备课困难、行政工作爆量以及师资不足。对于很多老师来讲呢，素养教学、跨领域课程或是制作学习历程档案等等，全部都是新的东西。很多老师都还来不及熟悉，就被赶鸭子上架，要开课教学。一些老师呢消化不良只好选择回到原本的教学模式，也让新课纲的成效大打折扣。但即便是有认真做研究，能够贯彻新课纲理念的老师，一样会遇到困难。在升学主义的风气之下，校方、家长呢，甚至是学生自己都还是觉得成绩最重要。有老师就提到，他花了很多的心力设计素养课程，想要教孩子们跨领域能力，结果学生表示，他们只想要学最快速的解题法。还有家长会打电话给老师抱怨考卷出太少，或者要求老师呢将重点放在必修课，搞得老师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备课。另外，很多老师表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准备新课纲的内容。不少老师都身兼学校的行政职，每天都被各种报告、评鉴追杀，还要配合政府单位做业绩，办理各种宣导讲座，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再加上新课纲上路之后，新增了大量的多元课程，老师人数却没有增加多少导致每个老师都负担沉重。行政工作爆量、人力不足的结果就是影响到教学品质，老师没有办法好好的备课，也没有办法帮助学生面对新课纲的各种挑战。那么说到底，现在台湾学生压力太大、过劳的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有的人认为呢，要救学生之前要先救老师，降低了第一线老师的负担，他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备课，也有更多的心力可以针对每位学生的特质、兴趣提供指导，来降低学生面对新课纲的压力。那么如果要解决老师现在的困境，或许可以从增加教师人数、降低班级人数以及行政减量3个方向来努力。而面对新课纲的各种改变，教育部呢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培训跟资源，老师们才有办法确实的配合推动。另外，有些人认为教育部跟大学端也要对招考制度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像是大学教授跟高中老师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确认彼此对于学习历程档案申请标准的认知是否一致。这样的话呢，学生也比较容易知道申请学校时教授会看的重点到底是哪些，或许也就不会这么的焦虑了。在研究这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当大家看到学生变得更加的过劳的新闻时呢，好像很直觉的认为108课纲很糟，大家很讨厌新课纲等等。
但根据调查显示，其实有70%的国高中老师对于继续推动108课纲有信心，只是学校呢还需要1到3年才能够到位。很多的学生也认同自主学习、多元探索是正确的方向。大家之所以会感到压力并不完全是觉得改革方的错误，而是觉得转型太快，配套没有做好，让他们很痛苦。那除了前面讲到的家长的压力、教师的资源不足之外，我们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呢，可能是台湾长久以来的升学主义一直没有被消除。只要升学主义阴魂不散，那么所有改革的目标都很难贯彻。想要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但学生只敢参加对于升学有帮助的营队或者是社团；想要增加弹性课程，培养学生学科以外的能力，但家长呢会抗议对于考试没有帮助，甚至连校方呢也会担心影响到升学率，希望老师把重心放在学生的成绩上。到头来如果社会还是把考上好学校当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教改怎么改，学生的压力可能都很难减少。那么我们认为要改变这样子的风气，不止政策要改每一位民众的态度也很重要。就像前面讲到的，很多时候学生的压力来源多半是来自于家长还有整个社会的眼光跟期待。如果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他们的价值不用被成绩来衡量，不用考上好学校才能够得到肯定，也不用每件事情都要跟升学有挂钩的时候，或许大家的压力才能够小一点点吧。你觉得要改善台湾学生的过劳问题，最应该优先处理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考招制度要先改因为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考试。B， 我觉得先救救老师吧，不止学生老师也很严重的过劳。所以我觉得要先改变家长态度，家长才是学生最大的压力源。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讨论台湾学生为什么过劳。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108课纲以及技职教育的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